存在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争议性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你要我来回答，對，肩膀很重。大家好，歡迎嚟到90後生活投資頻道，我係史蒂夫。我係大夫。大家好，我係 Rainy。咁樣嘢都係喺新加坡嘅一位 YouTuber 嚟嘅，咁今日就好開心邀請到佢上嚟我哋嘅頻道啦，同我哋做一個分享嘅。咁我哋之前都同佢一齊合作拍咗一條片喺個頻道度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去翻下邊條 link 啦，即係喺呢個描述欄下邊嗰條 link 啦，你可以揾翻佢嘅頻道去睇翻嘅，係啦。咁我哋呢條片咧係會用呢個華語嚟進行嘅，因為 Rainy 係唔識講廣東話嘅，所以我就會配合翻佢啦。我哋呢條片係會用華語嚟做一個類似 interview 啊，或者係一啲訪問咁嘅形式嘅，係啦。咁不如你可以自我介紹一下先。大家好，我是 Rainy， 然後我的頻道是叫做 Miss Rainy 雷尼小姐姐，然後我的頻道都是在說我在新加坡工作生活的大小事。我自己本身是馬來西亞人，然後我也是有說一些關係到生活理財，還有一些生活上的點點滴滴。好了，那我今天就準備了大概有8個問題要準備問 Rainy。這8個問題呢是大概圍繞在新加坡生活的感想啊，或者說新加坡生活的一些經歷的。對，好，事不宜遲，我現在就開始問第一個問題啦。那第一個問題是你來新加坡多久了？當初為什麼想要來新加坡工作呢？我自己來這裡已經5年了。然後我其實本身會來這裡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其實那時候感情不順。我失戀。所以覺得來新加坡的話可以找到一個比較好的男生，對吧？也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就是想要換一個生活環境，然後想要重新開始，然後這是主要原因。然後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我覺得想要去不同的城市去體驗一下生活，然後因為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然後是柔佛區，然後那時候其實很普遍上大家都會去新加坡工作，因為鄰國的關係，所以我就想也可以來新加坡來體驗一下工作的生活，然後順便來賺新幣存錢。原來如此。這應該是很多馬來西亞人會來新加坡工作的主要原因啦。那你來新加坡工作了5年了，大概對不對？對。那你覺得新加坡的工作環境跟馬來西亞相比的話，有哪一些地方是不一樣的呢？我覺得新加坡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國家。就是做什麼都要快，然後如果你是做服務業的話，你也不可以讓顧客等太久。對。可是如果是馬來西亞的話，就沒有那麼的快速。對，我覺得這是那個差別，然後生活節奏不一樣。對，所以這是我覺得這邊工作跟在馬來西亞工作的差別。對的，新加坡的確是一個節奏很快的城市啊，但是我們兩個是香港來的嘛，所以我們感覺上新加坡其實還比香港的節奏慢一點點。真的假的？對，真的。所以說，如果你覺得新加坡節奏很快的話，那香港應該是更加快。我看見以前有一些朋友就是說，香港的那個電梯很快，你不小心的話可能就摔倒或者什麼的。真的假的？因為我自己本身來到新加坡的時候，我覺得新加坡的那個 escalator 那個手扶梯，我們叫。我就覺得很快了，就是我會怕踩空。對。所以我去到香港，我應該要跑。對。好了，到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剛來新加坡時最難適應的東西是什麼呢？我覺得最難適應的東西，像我剛剛說，就是那個生活步調。因為我自己來自的成長環境是比較節奏比較慢，我們叫kampung，就是鄉下的地方。kampung。對，所以我可以在那裡工作的時候，我慢慢的做我的工作，慢慢的吃飯，慢慢的走路，這個 enjoy 一下。對，就比較輕鬆。可是來到新加坡，因為環境的關係，你就會發現這裡做東西真的速度要比較快。然後講求效率嘛。所以走路也要比較快，所以剛開始會覺得很不習慣，就會覺得很喘，要跟上大家的節奏，會覺得自己比較慢，然後需要進步的空間比較多。那現在已經適應過來了吧？應該。現在其實已經適應下來了，就是有一種覺得入鄉隨俗的感覺。對，比較有，也不是說妥協，就是 follow 大家。可是就是人比較有彈性，就如果我人在新加坡，我就是這樣子；如果我回到馬來西亞，我也是那樣子，慢慢這樣子。對，很厲害，這個是很好生存的一個技能。對啊，我覺得你們應該也是這樣子吧？對，差不多，能屈能伸。對。我以為反過來回到馬來西亞，你會覺得
不适应还是什么的？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多多少少回去的时候会觉得，哎，怎么手扶梯那个变慢了？要想要加速。对，就觉得哎，好像是不是坏了？会有一点。可是快有快的好，慢也有慢的好啦。对，还是会有觉得环境不一样，所以生活感觉不一样，没有对跟错啦。好，来到第3个问题呢，我会问一下 Rainy， 你在新加坡这么久，经历过最大的一个文化冲击，就是 culture shock 是什么呢？ Culture shock 文化冲击，我觉得其实因为我在这里5年了，现在问我的话，我觉得还好，我没什么感觉。可是刚开始一来到新加坡，我觉得第一个让我蛮吓到，也算是不适应的东西是语言上。虽然新加坡、马来西亚我们都会说中文，可是英文上面在马来西亚其实用的比较少。对，然后也是会说马来语嘛，在马来西亚。对。可是，在新加坡的话，多数的人都是用英文来当做是那个媒介语言。对，所以就是比如说在新加坡，其实多数的人口大部分都是华人。对。可是你看到华人的时候，你还是会用英文来沟通。对对对。刚开始我就觉得这个很不适应。对，就是我还是会想要看到华人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要说中文。可是在这里久了，就觉得会慢慢的去调试。在新加坡的话呢，我除了在 Hawker Center 里面才会说华语，那基本上在 Hawker Center 外面呢，如果是第一次见面的话，通常都会跟他说英文，因为我不确定他会不会说华语，或者说他华语说的好不好。对，所以我就第一个会说的语言，就是跟他会说的语言都是英文啊。对对，虽然如果知道你们是香港人，我就会想要尝试讲广东话，大家好这样子，就是会有那种想要用这样子你们的语言来说话。可是，在新加坡的话，就还是会主要是用英文来沟通。对，也证明了新加坡真的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对，很国际化城市。然后再来，我觉得另外一个文化冲击是，我来到新加坡的时候，其实之前我还没有来工作，我都有来这里旅游这样子。可是来生活的时候，我才真正去体验到这里生活。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很干净，然后就是所谓的花园城市。所以这里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这里的地方规划得很好。比如说这里可能有高楼大厦，然后你看到另外一个区域可能就是比较有文化的一些比较老旧的店屋，然后再来就是可能 HDB。所以他们分配规划得很好，让我觉得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家，可是你置身在新加坡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并不是很小。就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对。然后可能相比之下，可能在马来西亚就没有这样子的规划。所以这是我来到这里我觉得蛮惊讶的地方。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欣赏新加坡的一个地方，就是它规划做的真的非常的好。对。而且街道非常非常干净。在亚洲的话，我想是除了日本之外，另外一个最干净的国家。对。对。那我拿到第4个问题啦。第4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来新加坡差不多5年了，应该有一些地方就是有一些新加坡的地方，你应该是比较喜欢的，譬如说食物啊，一些文化或者说政策，这些东西都可以。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东西？我其实刚开始，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聊。刚开始我来到新加坡，其实我是住靠近东海岸。我非常喜欢这一带。就是我很喜欢这个东海岸 East Coast Park 这一边，我喜欢他们这里的环境，然后我喜欢来这里跑步。所以我比较喜欢比较接近大自然的地方。那如果你问我喜欢新加坡什么呢？我其实个人很喜欢这里的治安，就是很安全。对。相比之下，比如说我在我自己的家，然后我是不可能会说我忽然间想要去跑步。就是到公园跑步这样子。然后我家其实马来西亚的家也没有公园。就是在路上跑这样。对对对，可能在那一个住宅区这样子跑这样子。如果我这样子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我妈妈应该会说你应该是疯了，就是很不安全，很危险，很危险。可是在这里是很普遍的事情，大家都爱跑步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治安非常好的一个优点，我特别喜欢。我有时候还会看到，就是凌晨半夜的时候会看到有人在楼下跑步。对。对，就很意想不到这个事情，真的，香港也很少见。香港也不会有这样子的。应该说是在香港，应该那些人还在工作。对对对，也有可能。对。就是工作到没时间。对对对，加班加到晚上。然后另外一个我特别喜欢在新加坡，是因为我觉得公共交通特别的方便。就是你想要从东走到西，你只要坐
地铁对，就可以到了。可是，在马来西亚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辆车，还有一部车来代步这样子。就以前我在我家，可能我要只是买一个午餐之类，我都要开车去，可能是自己懒惰不想走。对，可是，在新加坡就是除了走路，然后公共交通特别的方便。但我听说好像马来西亚人每个人的家里都会至少有一辆车，对吧？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个交通不方便。对，必须要有一辆车来代步。那第5个问题就是说，Rainy 在新加坡有没有受过歧视或者什么东西呢？歧视啊，其实坦白讲没有诶。其实新加坡对外国人的接受度，我觉得是蛮宽大的，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异样的眼光。至少我生活环境我没有遇到过。可是当我在做 YouTube 频道的时候，我就觉得会有受到一些可能这样子的攻击，就是可能会歧视说马来西亚人为什么对新加坡生活那么多意见这样子。对，可是可能这些就是那种所谓的键盘侠。对，明白。可是，在生活上我觉得还不会，反而是我觉得在这里工作、生活会给在马来西亚的朋友有异样的眼光，就是他们会觉得。比如马来西亚人，我们都会这样讲，你就好咯，在新加坡赚新币，就是会觉得因为这个兑换率的关系，我们在这里赚多，然后存钱多，就好像很呆塞这样子。呆塞，广东话这个是呆塞，对，很厉害的样子，就很厉害这样子。可其实没有，我们也是一样，工作也是有压力，生活也是有压力。也不能说是歧视，可能就是会有一点心理不平衡。对，可能他们也不了解在新加坡工作的一个心情或者说经历是怎样啦。对，所以他们就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啦。我猜，对啊。你们在香港人会不会有这样子的？香港人不太会，香港人就是很习惯，一直身边都会有人一直在出国啊、留学什么的，就可能你身边有10个朋友，有5个会出国这样子。所以是很普遍。很普遍。对。好，那第6个问题呢？第6个问题是比较难回答的哦，要小心一点哦。好，就是我知道 Rainy 的老公是新加坡人嘛，对不对？对。所以你觉得新加坡男生对你来说有哪些优点呢？你们的问题都好难回答。OK， 其实以我自己本身认识的新加坡男生，包括我的老公来说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想法上面吧，我觉得他们是比较务实型的，比较怎么说？实干型。对，然后就是比较靠谱。对，所以他们想的东西可能不会那么不切实际。明白。对，所以可能跟他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们都会给你比较实际的回答。可是可能像我本身，因为我马来西亚人，然后我跟我们马来西亚异性聊天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天马行空，我们讲话会比较，可能就是会很轻松的聊天。这里的人我觉得会比较认真一点。然后我其实有发现新加坡男生，特别是年轻一辈的人，他们其实对自己的目标啊，或者是思想上面，其实蛮清晰，他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这样子。就是他知道之后要做什么工作啊，要怎么往什么目标去努力这样子。对，你问他们，他们就会直接跟你聊，他们想要的计划是什么。这个应该是个好事吧？因为如果说女生的话，这样的男生会比较有安全感，对吗？就会觉得这样子的男生比较可靠。对，可能也是不只是在异性方面，可能女生也是这样子，就是成长环境不一样。对，也没有对错，只是处理事情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其实不太了解香港的男生，所以香港男生的优点是什么呢？我觉得香港的男生是非常好的，开玩笑的。我会说是 between 这个马来西亚男生跟新加坡男生中间啦，他们有他们温柔的一面，但是同时也是很务实型的男生。对，但是没有说哪一个好或者说哪一个不好，是生长环境不一样嘛，就是会培养出不同的人这样。对。所以马来西亚的女生呢？这个没有接触到。对，没有接触到，所以不太了解。马来西亚女生代表。很漂亮。说得漂亮。说漂亮，你觉得有什么？就更漂亮。还有一个我觉得新加坡男生的优点，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这里的男生其实有服过兵役，所以他们的体格上面会看起来比较壮，很壮。新加坡男生真的有没有发现？有发现。对，所以有时候可以分别的出来，这个人是不是本地人。或者是外国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看到我们是一定就不是本地人，我们是外国人。
看得出 Winnie 應該很愛她老公，可以列出這麼多優點出來。第7個問題呢，就是你將來會考慮一下在新加坡退休，還是在馬來西亞呢？那我自己本身其实是嫁给新加坡人，所以我们目前还是会继续在新加坡工作发展。可是如果你是说退休的话，其实我跟我老公有考虑过在不同的国家，就可能不是马来西亚，可能就其他东南亚的国家，可是还没有就是计划好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很适合工作、很适合打拼赚钱的地方。可是如果说退休的话，我个人可能会选择比较步调比较慢的地方，就是适合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很寫意啊，很寫意，每天可以坐在公園喝咖啡那種。对对，然后就可能在这边生活开销会还是比较大，所以可能不知道，可能会在别的国家吧。那你们呢？我們的話，我其實最想去退休的地方應該是日本吧。哦，日本，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日本那邊那些鄉村的環境。就是非常優美，而且是非常安靜寧靜的。但同時呢，他去市區的話，其實時間也不會隔太久，就是你駕車可能半小時一定會到這樣子。對，還挺方便的。我的話應該日本也是不錯的地方，我們都年輕嘛，是不是？對對對，我們都年輕，所以對你們還很年輕。你也是。哦，謝謝。大家也是90後。對，90後的生活還很精彩。好，最後一個問題是一個存在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爭議性很大很大的一個問題，真的。然後你要我來回答。對，這個問題就是肩膀很重。你覺得這個雞飯是起源在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呢？這個問題很為難我因為我從小吃雞飯長大。好，我個人覺得雞飯是起源於馬來亞。你知道以前、就是新加坡還是馬來亞的時候，對，就是以前如果有讀過歷史就知道，其實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前是一個國家，就是一個家庭，然後叫做馬來亞嘛。然後其實那個時候雞飯是叫海南雞飯。其實雞飯就叫海南雞飯，然後這個海南雞飯好像就是從中國流傳到南洋，就是到新馬。對，所以你問我到底是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我覺得那時候很難分，因為就是來到馬來亞嘛，所以這個你要知道的話，你就問 Google 吧。這個回答非常好。對。可是我坦白講，我覺得新加坡雞飯很好吃，雞飯好吃。咁今日嘅影片咧就嚟到呢度啦，我哋好多謝 Rainy 做我哋嘅嘉賓啦。非常多謝。多謝。大家如果中意條片嘅話咧，記住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啦，同埋我哋下邊條 link 咧都有 Winnie 嘅 channel 嘅，大家記住去睇啦。拜拜。拜拜。